2025-24年流年飞星转乾坤，吉凶毁令落定位，招财催官随心求。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间来到我们公元2025年的岁次乙巳年。在这个年份里面呢，我们的风水应该要怎么样去布局呢？这里老师今天要跟各位讲破一个玄机。如果这个玄机你搞清楚了，那么即使你不大清楚如何布局风水，你的时运也不会太差。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个逻辑即使你们用了我们今天的风水，或是任何一个门派的风水学问，基本上你也很难去发挥多少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一般来讲是徒弟才会教的。而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收纳。收纳的好，基本上你家宅的时运就不会差。收纳不好，占据豪宅也突然。为什么呢？因为风水讲求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能量的流动。我们地理师在接受正规的拜师，也就是师徒制的学艺的时候到一定的训练阶段，那师傅就会引导我们这些小菜鸡学徒来了解并且观察我们的万物的能量流动。而首先要感受跟理解的就是当然天地之间的基础元素能量的变化，无论是五行的力量，或者是星辰大海以及土壤之间蕴含的力量，还有房屋的12长生。学习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个真的是一段时间不长的，但是是非常辛苦的岁月。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看地理的时候在烈日当空的盛夏夏天，我们站在一个师傅选好的地理位置上，你过不用多久，你什么都不用过你就会觉得好像进入冰箱一样。这个当然不是因为气温突然变冷了，而是那个位置所集结到的一个元素的能量会让我们人体的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他的副交感神经接收到感受到寒冷的感觉。举个例子来说像什么呢？我们可能自己都在成长过程中有遇到，小时候我们回家，如果父母他是刚吵完架，对不对？大吵一架结束，即使你刚进家门没有看到父母的表情，但是你突然发现这个家里的气氛好像是很紧张。这就是这个房子里面所充的能量被父母的负面情绪所充斥在房间内的这种感觉。所以老师傅就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就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他不一定是见到鬼了，但有时候他就是发现能量的流动有问题。当然了，也有些师傅很厉害，他在外面就知道里面有问题了，进去的时候他就做一个反应，反应做得好，价格有时候还真的就没有烦恼了。那为什么收纳对风水很重要呢？因为我们每一件物品都有它属于它自己的能量。而这个东西我们用科学眼光来看，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的基础原理，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与我们道家跟佛家经典里面所说的概念是类似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观空一空。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的排列不同就产生不一样的物质表象。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生物例子而言人跟猫不一样，但是人跟猫的基因有90%的相似度，那跟狮子呢有95%的相似度。所以简单的基因排列变化，我们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物种。所以风水也是一样，懂得利用能量的变化，就是可以做好风水的第一个要件。所以回到主题收纳之所以重要，就是避免第一能量的混乱发散这个就是我们风水里面的风。例如你垃圾桶不盖好，衣服没有收到衣柜里面关起来，那么毛屑跟腐败的食物气味就会飘散在整个空间里面，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收纳不好，无论是新衣服、是玩具，甚至是洗干净的锅碗瓢盆，都会让能量产生的混乱，因为它本身就有它自己的能量。所以说风不好，那就会有问题。第二个就是避免扰乱进入房子里面的能量流动，也就是水，因为能量必须要流动。所以说风水我们要运用的就是各种元素本身的能量，然后再让它们形成对我们有用的循环。就像举个例来讲，我们身体要健康，那么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心血管跟肾脏一定要维护好因为这两个脏器就是借助水的力量，把吸来的营养还有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废弃物都要在你身体里面循环，吸进营养，排出废弃物。所以为什么老师说收纳整齐很重要？刘月告诉你喝水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喝太多的饮料，比如说汽水、咖啡、果汁，或者是你的所谓的营养的饮料都没有用。你这个东西你的水比例不够高，你喝其他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是伤害，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各位一定不要小看喝水跟清洁打扫的重要性，这个针对我们的风水还有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啊，举老师自己的例子吧。老师跟经理老师的家庭啊，我们并不是很勤劳的打扫，我们做法很简单，因为老师租来一个透天的老房子里面，但是我们每一层啊都会有一个扫地机器人，而且每一天都会固定打扫2次。那我们洗碗了懒得洗没关系，我用洗碗机还顺便帮你烘好了。洗衣服呢，我懒得晾没关系，我有洗脱烘，拿出来我就可以直接折了。那我旧的衣服怎么办呢？小孩子会长大，我会变胖，对不对？衣服旧了就穿不下了，那我不是捐出去，不然就是丢掉了，或是你过季了，对不对？你这个今年可能你的衣服穿过季了，夏天衣服现在冬天嘛，或是冬天要穿快夏天的时候，很简单，我就把衣服直接放在真空袋里面，把它真空起来。所以第一个省空间啊，第二个就是说你堆进去时候眼不见为净，它不会一直打开来就是一大堆衣服在你面前啊，不会，都是把它真空好的。而我们家里会不会煮饭？还是会啦啊！煮饭吃饭后会不会有厨余？一定也会有，包含了我们的果皮啊，我们吃些水果啊，或是一些骨头啊等等之类的哦，我们都会拿了很便宜的那种一次性的 PP 袋啊，把它装起来，然后那种耐热袋啊，那种1斤啊5两之类的，然后呢，我们用封口剂把它封起来，放到哪里去呢？放到冰箱的冷冻柜里面。那等到要丢垃圾的时候啊，那个厨余还是冷冻的状态，还是新鲜的。我们家大概1周都会丢1次垃圾啊，但是基本上我们家里不会有什么垃圾的臭味。所以说，你说老师有没有花很多钱去买这些家电？也没有，因为都是很一般的品牌。在这边有没有厂商要开始来置入一下的？所以啊，维持家庭的风水啊，维持一定的好运，其实不会很困难。公司行号也是一样。我们家里面没有家庭主妇，也没有家庭主夫，老师自己本身也会有时运的高跟低的时候，也有太运跟否运。但是即使我时运再低，都不会差到走投无路。好的时候，那就当然就是会比较好。所以基于这个原理啊，所以要让自己的好运方法有很多，但是居住地方的清洁跟收纳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少看到贫民窟它干净，而且很少人直接在贫民窟住着，然后还可以翻转他的人生。大多都是这个小孩啊，他走出贫民窟了去打工，然后努力奋斗，才有机会改变阶层。但是他在贫民窟里面很难。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环境的力量，这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峦头的力量。因为你大环境就是峦头，你身处在贫民窟里面，那个市场就是杂，然后呢，你又不愿意离开，那么你就说这个唯一可以住的地方是没错，你这样讲没错，但你自己也没有顾好啊。通常贫民窟的各个家庭都是杂乱跟脏臭，那这个是他们的选择，而不见得是因为你在贫民窟说你脏臭，而是你自己决定我在贫民窟，而且我家里也要跟贫民窟一样，那么当然就会很差了。所以说这个峦头跟理气啊，它的力量都是很强大，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清洁，这是很重要的。而这个逻辑啊，各位只要清楚了，而且可以落实在你自己的生活上，那么老师可以很放心告诉各位，你这一生时运都不会太差。而以下我们谈到这些流年风水啊，无论是方位的旺衰，都要以这个清洁跟收纳妥当的逻辑跟原则为前提。首先我们看到今年的中宫，中宫就是今年流年风水核心的力量。而今年的中宫啊，也就是房屋的正中央，今年轮到的是北斗七星排行第2的巨门星，代表颜色为黑，五行为土，卦位为坤的病符位，所以我们今年核心的流年风水力量。而在这个方位，我们尽量不要放置会动的家电，例如电视、时钟、空气清新机，避免去激发了这个病符星的力量，造成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而如果这个方位被触发了病符星的力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是家里的女主人，那么其次就往家里的老弱开始进行影响，因为这是跟他卦位是有关系的。而怎么样化解这个方位的力量呢？它其实有2个方式。第一个就在这里摆上一个小盆栽，或者是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开运竹之类的东西啊，这是不用特别养，但是很容易活的植物。但是它如果枯萎了，就立刻把枯萎的地方把它换掉，避免增加病符星的力量。而这个方位啊，它毕竟今年是病符星，所以比其他时间呢还更容易让这些植物去枯萎。而饮水机或是饮用水就尽量不要放在这个方位。而第二个就是在这边你可以摆一个铜葫芦。那这种民俗用品店你都可以买得到，网络上也可以买得到，你不用特别找老师买，老师也没有卖啊。可不可以这些东西都做也是可以，但是还是一句话，
家里摆的东西不要太杂太多。我跟你讲摆铜葫芦，你就买10个8个；我跟你讲摆盆栽，你就摆个20盆啊，那不行的，好吗？你数量啊一定是要有限制，然后刚刚好恰到好处就可以了。那有人会说，那老师，那你怎么都摆得很好啊？像我老公，对不对？他们喜欢买这些模型手办啊，买了上面上100个，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啊，很简单，你就给他买一个专门的手办的柜子，对不对？你就把它都放进去，透明的也没关系。重要是什么样？那种要有门的，把它盖起来，这样就不会影响到那个能量的流动，它里面的能量也不会太容易外散。所以用风水要去使用啊，就还是在一个收纳是很重要的。而风水用品啊，你不是摆得多就有用，还是一句话，恰到好处是最好的。而接下来我们看第2个方位，我们就要看到北方。今年我们的北方啊，轮到北斗7星排名第7的破军星，它的颜色为赤色，五行为金，卦位为兑的破财力量。而这个破财力量啊是比较特别，它是属于无意义的消耗，也就是所谓的浪费。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被触发了，就会特别想要花钱，包含坐在这边跟睡在这边的人都会啊，或是容易去买一些你用不到的物资，比如说你买了又不穿的衣服，或是坐这个地方啊，玩游戏的时候特别想要去氪金抽卡，那是这个方位的特色。所以说这个方位啊，其实就是你要把它化解掉，那就少这些力量。而这个方位虽然我们说它是破财位，但是如果公司的或是企业，它把滞销的商品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再去摆特卖会，那么就有机会把它倾销出去。你先不要跟老师说，老师我会不会回本啊？滞销就是能够卖出去，先把它变成现金再说。而如果你要压制这个破财位的力量啊，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位置点上一盏整年都不会关的长明灯或是小夜灯。那么也可以把它放盐灯，那么就可以减弱这个破军星以破财的力量。再说一次，老师没有卖这些用品，你也不用找老师卖啊，老师很少卖商品的。而第3个方位，我们看到南方，今年南方轮到了北斗7星排名第6的武曲星，颜色为白，五行为金，卦位为乾的偏财位。而这个位置上面的力量啊，是可以激发我们对于事业上或是理财上的智慧，比较能够想到一些营销企划的好方案，或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比较能够看对方向跟点位，是今年最好的理财与事业发想的方位。所以在公司行号里面，这个方位可以做这些行销企划的人员、广告公关部门，或是业务团队，或是你的 CEO 都可以在这个方位去想，都可以做出比较好的业绩。而要触发这个业绩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摆放时钟、电脑、电视，或者放 PPT 的来这个跟客户解说的荧幕，而客户在这个地方接受我们 PPT 的介绍，他被我们业务人员感动的机会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这里啊还可以再放置什么呢？放置一个紫水晶，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财气。但是不要把它当成仓库或是杂物间，或是不要在这个方位啊放一个大型的垃圾桶啊，这样子你会压制住偏财位，那真的是很可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偏财位所能激发出来的财气，这是比今年的正财位还要来得高。你把它压住了，或是消耗住了，那就非常可惜了。而这个位置啊，请不要自以为的去说摆个鱼缸，或是摆个饮用水变成财水，说什么水为财啊，至少这个方位在今年你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你要记得哦。而第4个方位，我们来看到西方。西方今年轮到北斗7星排行第4的文曲星，颜色为绿色，五行为木，卦位为正的文昌位。那顾名思义，你既然是文昌位，那么今年就适合争取要考试或是考核晋升的人来使用这个方位，也适合去做什么财务、会计、行政、律师或是相关法务的人员，以及需要创业激发的一些设计师设计人员，可以从这个位置来激发自己的智慧、创意还有思考能力，可以出奇制胜。而要激发这个位置的力量啊，可以在这个方位上摆上6瓶山泉水，而且要全满的，里面不要有空气，或是没有开封的大罐矿泉水，每一罐大概以2公升为主。而如果你的办公室或是房子很大，超过300平方，或是我们台湾瓶是100平，那么你就要斟酌加大水的容量。记得必须是纯水，如果是山泉水，你没有密封发霉的时候，你也可以，你就把它换掉，换成新的。
而放在这里的水啊，就不要去喝了，不要想说把我们公司要用的或家里要用的饮用水放这里，第一个可以做风水，第二个还可以拿来喝，一兼两顾，对不对？喝这个地方的水啊，然后你容易变成心里反而焦躁不安、易怒，精神容易不集中。这不大影响是地方是在于你可能是自己在外面装的水放在自己桌上，你刚好做这个方位，那你来喝会不会易怒了？就不会，因为它吸收这个方位能量时间不会太久，你放这边水也不会放太久嘛。所以是说影响就不大，但是如果是纯水啊，就是我们储存在这个地方要去未来要喝的，那就不要放这个方位啊，对你绝对是有坏影响的。而第5个方位，我们看到了东方，东方今年轮到北斗七星排名第9的右弼星，都说是北斗七星了，怎么还有排名第9呢？因为其实北斗七星的第8颗跟第9颗是辅助星，所以还是属于北斗星系的。而右弼星的颜色为赤色，五行为火，卦位为离的喜神位，这个位置是属于贵人位。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位的力量来增加我们人脉以及贵人，来吹动这个方位的能量那我们可以更多的一些外来的帮助。而我们当然它吹动方法就是可以放一些电器用品，例如电脑、时钟、电视、影音机、空气清新机等等之类的但是过去可以这么做，今年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注意听完的话，你就会犯这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今年这个方位虽然是喜神位，但是同时也是流年的3煞方，所以任何会动的物品，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尽量少放在这边，最好是不放。而化解这个3煞方又能保有贵人的方式，也还是有的。小一点的，当然我们可以点一盏全年不关的长明灯或是小夜灯或者是全年都不关的盐灯。这些都可以吹动贵人位的力量，又不会触发3煞方的力量，是一个比较两全其美的方法。而这个方位不适合摆鱼缸、饮水机、大型盆栽之类的，它会降低我们贵人的力量，而反而会激发3煞方的威力，那就很不好了。所以要运用这个方位，真的是要特别小心。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年这个方位，你不要随时去钉钉子比如说我这边想挂个画，锵不行，或是去怎么挂冷气，然后整给它钻动下去，或是呢你要去做一些修我觉得这个墙打掉你已经钉的没有关系，你不用拆下来，已经装冷气的也就算了，我们不用去换。但是你不要新的去在这个方位去动土去施工弄不好意外血光都算是轻微的。动土后被触发的，导致有人因此去见上帝的案例，真的也还是蛮多的，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而第6个方位，我们看到了东北方，东北方今年流年轮到了北斗七星排名第5的廉贞星，颜色为黄色，五行为土，没有卦位，因为它本来是中宫的，它是五黄方煞，也是一个煞位方。那这个方位就完全没有吉利的力量可言。这个方位你可以当做储藏室不大会使用的杂物间或是档案库，能不要坐人或是睡在这里，那当然是最好的。那睡了，那我们也想办法化解。那化解怎么做呢？那要化解这个五黄煞，那怎么做呢？你可以摆放大一点的铜葫芦，或是100枚铜钱，或是铜八卦都可以这些不用太大了那有放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你就不要放了。而这个方位今年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也不能钉钉子、敲打或者动土。如果你要动土，而且你没有请老师给你一个安方位的一些特殊的做法的话，那么你就一敲下去那大幅降低这个房子或是这家公司所有人的运势，那是最轻微的。如果又刚好配上不好的时间，那就会形成一件破酒柜，你整个房子里面的时运都会兵败如山倒，这还算是好的，至少你还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不要怀疑，真的是会出事，不信你就自己试看看吧。而第7个方位，我们看到了西北方，西北方今年轮到北斗七星排名第3的禄存星，颜色为碧绿，卦位为巽卦的官非位。这个位置特别适合从事律师或是做网络水军的1450，或是舆论操作的人员，或是公关媒体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就是纠纷的位置，而纠纷首先当然是律师的收入来源。所以说像老师的学长学弟
他们开业到律师楼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好朋友、好同学就在上面写个祝福语是什么呢？不是开业大吉而已啊，有些同事啊比较皮的就跟他讲什么官司缠身，收到人会不会开心？超开心的，因为他是律师嘛。只有官司缠身，当然就是他的收入会很好，这很重要。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啊，争议就是流量，流量就可以变成现金，所以在这个位置对大部分的人都不大理想。但是对于需要制造纠纷与对立的行业来说，这就是超级完美的位置。不要跟老师讲啊，老师这个是我业力，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而要化解这个地方的力量啊，就在这个方位点盏常年不关的长明灯，还有盐灯，或是放铜八卦，都可以化解这个位置的争议力量。而如果你想要触发这里的力量，就是反向操作，在这边放音响、电脑会响的时钟，或是会流水的摆饰，就可以反过来触发争议跟是非的力量。你要谨慎的去使用，什么人用什么的运，这个是需要去了解的。而第8个方位，我们看到东南方，东南方今年轮到北斗7星排名第1的贪狼星，颜色为白，五行为水，卦位为坎的桃花位。这个位置的力量啊，首先当然是吹动了姻缘的力量，所以这个方位的单身男女就可以有比较好的姻缘相关的帮助，很容易脱单。如果已婚的，当然也比较容易跟别人搞一些暧昧的问题，但是它不是绝对的，你只要这个人有洁身自爱，那么他也不会强制你去摘花或是爬墙的。所以说，你还可以利用这个位置呢，去怎么样增加你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个时候啊，你比较能够讨好他人，或是呢，你身上散发的魅力会比较够。那么你就可以，例如做业务啊，你的业绩就可以比较顺利，客户看你比较顺眼嘛，对不对？那你去做人事啊，人事之间你协调也会比较好一点。那你去做陌生开发的时候啊，你客户也比较能够听你讲话啊，这是比较省力的位置，是一个特别适合做生意或是谈业务的人去使用这个方位。而要触发这个方位的力量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摆上一个存钱筒，或是66个铜钱，空气清新机、冷气或是电话都可以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个新商品想要促销，你也可以把这个商品啊放在这个位置。那说啊，我们都从仓库出货的，没关系，你把海报放这个位置贴着，也可以增加这个商品被促销的力量，也可以增加客户对这个商品的好感度啊。这个触发起来，其实对你的生意是很好的。而这个地方的力量是不是需要压制，然后让避免是说做这边的人桃花乱飞，或者老公睡这个位置，老公一天到晚想摘花啊，这个其实是不用的哈。人类是有智慧跟理性的，所以这个并不需要因为怕去说啊你的桃花太好啊会犯错而去压制啊，那个就有点没意思了哈。人还是要有一点自我的意志在。而最后我们来看到西南方，西南方今年轮到了我们北斗7星排行第8的左辅星，颜色为白，五行为土，卦位为艮的正财位。正财位啊，当然就是很吉利的，这个位置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没有差别，都可以提升我们整体的时运的力量，增加我们的职业发展，或是我们各个方式，包括考试、读书，任何一切都可以提高。你只要愿意努力，在这个位置上面去做发展，去做发想，或去做读书。你付出多少努力啊，就会有多少的收获。这个可以让我们很有好运加持的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啊，你要把它激发啊，除了说你会放一些会动的东西之外，你可以点长明灯、盐灯啊，可以让我们的前途更加的光明啊。当然，刚才讲到会动的电器都可以买，可以吹动我们正面财气的力量。当然，在财位你就不要去放堆垃圾或是杂物，或是一些储藏的用品，这会压住你的财气，那真的就是非常可惜了。财位给你压住了，你还要搞什么呢？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年的南方与西南方属于偏财跟正财位，可以妥善使用；而东方与东北方是今年的三煞方跟五黄方，千万不可以动土跟施工。北方是破财方，要放滞销品；西方是文昌位，可以读书考功名；东南方桃花位，可以脱单跟业绩还有人际也要提升。西北是非多，律师媒体以外的少用啊，少用就可以了。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2025年岁次仪式的流年风水总论解析，以及我们风水基础的大揭秘。希望老师的这些资讯啊，可以帮助到各位在2025岁次乙巳年万事如意，事事平安，心想事成。下一集我们就是要放福利了，我们的新春奇门遁甲迎祥纳福的秘法择日大公布。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Nice.